大家好，你是不是天天只吃水煮青菜，连一口肉都不敢碰？可去医院抽血检查，胆固醇依然居高不下。说实话，你身体里70%的胆固醇都是肝脏自主合成的，单纯靠节食来降低胆固醇，效果微乎其微。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真相是，胆固醇并不是越低越好。如果你强行把它压得过低，你的荷尔蒙分泌、身体体力，甚至大脑的神经传导功能都会出现严重问题。我见过太多中老年人，每天吃得像苦行僧一样，只吃清水煮的蔬菜，最后导致营养不良，肌肉大量流失，可血脂指标依旧没有改善。今天这条内容就教大家正确饮食，避开误区，把失控的血脂平稳控制下来。首先要提醒大家，今天分享的所有饮食调理方法都只能作为健康辅助手段，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治疗。如果你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正在服用药物，调整饮食前一定要咨询主治医生，在专业指导下进行。想要看懂血脂化验单，你只需要牢牢记住4个核心指标。第一，总胆固醇的正常标准是低于200毫克每分升。第二，低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，需要控制在130以下。第三，高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好胆固醇，男性最好高于40，女性要高于50。这个数值越高越好，因为它就像血管里的清道夫，负责把血管中的垃圾运送回肝脏代谢。第四，三酸甘油酯的标准值要低于150。除了这4个基础指标，再教大家一个专业人士才会用的进阶判断方法，医学界称之为血脂黄金比例，用你的三酸甘油酯数值除以高密度脂蛋白数值。举个例子，三酸甘油酯是150，好胆固醇是40，相除结果是 3.75， 只要这个数值大于2，就说明身体已经出现胰岛素抵抗，血管正处于慢性发炎状态。如果数值大于3，就属于严重的代谢症候群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大幅升高。这个比例比单一胆固醇超标更加危险，大家拿到检查报告后一定要自己计算一下。很多人都认为胆固醇升高是因为吃太油、吃肉太多，这个观念其实只对了1/3。现代医学研究早已证实，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只有2%到3%是通过食物摄入的，剩下7%到8%都是由肝脏自身合成的。这就好比一个生产工厂，你只是切断了外部原料供应，可工厂内部还在不停生产，体内的胆固醇总量自然无法降下来。肝脏之所以会持续合成胆固醇，是因为身体有需求，长期熬夜、精神压力大，身体存在慢性炎症，肝脏为了修复受损的血管壁，就会自动分泌更多胆固醇来进行修复。所以完全戒掉油脂，每天只吃水煮食物，未必能从根源上解决血脂偏高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不要把胆固醇当成有害的物质，它其实是身体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料。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胆固醇来维持结构稳定，大脑神经传导离不开胆固醇，维生素 D3 的合成需要胆固醇，它更是合成性激素、抗压荷尔蒙的核心原料。如果过度降低胆固醇，女性会出现雌激素合成受阻，引发内分泌失调，骨质疏松，皮肤失去弹性。男性的睾酮水平会大幅下降，每天感到疲惫乏力，没有精神和活力。人到中老年，身体机能本就在逐渐衰退，再失去这些维持生命活力的基础物质，身体各项功能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所以血脂指标需要控制，但绝不能盲目追求越低越好。既然胆固醇对身体有益，医生为什么还会要求控制血脂呢？因为血脂异常中真正危险的是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，这2种物质对身体的危害方式完全不同。先来说坏胆固醇，你可以把它比作血管里乱扔垃圾的破坏者。当血液中坏胆固醇含量过多，
在被体内自由基氧化后，就会附着在血管内壁，慢慢沉积形成斑块。时间久了，血管就像家里结了厚水垢的水管，变得狭窄僵硬，失去弹性。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。如果心脏冠状动脉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，就会引发心肌梗塞；如果堵塞发生在脑血管，就会导致中风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坏胆固醇升高呢？真正的元凶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肥肉，而是反式脂肪。大家去超市购买食品时，一定要查看配料表。植物牛油、人造奶油、代可可脂以及长期存放不变质的廉价糕点、薯片、3合1速溶咖啡都含有大量反式脂肪。这种物质会让坏胆固醇快速升高，同时降低好胆固醇水平，堪称伤害血管的头号杀手。其次才是过量食用动物内脏、红肉等饱和脂肪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为鸡蛋平反。过去几十年，鸡蛋一直被误解，很多人觉得蛋黄胆固醇高，一天只能吃一个，甚至只吃蛋白，扔掉蛋黄。这是极大的营养浪费。现在的国际膳食指南已经取消了鸡蛋摄入量的严格限制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每天吃1到2个全蛋，不会对血液胆固醇造成明显影响。真正关键的是烹饪方式，水煮蛋、蒸蛋是优质的高蛋白食物，可如果用反复加热的油炸荷包蛋，或者吃油炸葱油饼加蛋，摄入的都是氧化劣质油脂，会直接损伤血管。再来说三酸甘油酯，很多人觉得它升高也是吃油导致的，其实并非如此。三酸甘油酯偏高，主要伤害肝脏和胰脏和脂肪肝、脂肪胰以及2型糖尿病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。让三酸甘油酯飙升的真正原因是精制糖和酒精、白砂糖、含糖饮料、高糖水果，尤其是果汁。一杯橙汁相当于吃下5、6颗橙子的果糖，还完全去掉了膳食纤维。果糖无法被身体其他器官利用，只能全部进入肝脏，肝脏无法及时代谢，就会把它转化成三酸甘油酯囤积，形成严重的脂肪肝。所以想要降低三酸甘油酯，首先要戒掉的不是油脂，而是各类精制糖和酒精。很多水果糖分过高，不要过量食用，尽量选择芭乐、奇异果、小番茄这类低升糖水果。提到降血脂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吃药。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降胆固醇药物是他汀类。我必须客观地说，对于心血管严重堵塞、植入支架或者有中风病史的高风险人群，他汀类药物是救命药，能有效稳定血管斑块，防止破裂引发猝死。但药物都有两面性，他汀类药物的作用原理是直接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功能，长期服用，很多中老年人会出现副作用。最常见的是不明原因的肌肉酸痛、爬楼梯双腿无力、晨起浑身疲惫，这是因为药物在阻断胆固醇合成时，也会影响辅酶 Q10 的生成。辅酶 Q10 是肌肉细胞的能量来源，缺乏它会导致肌肉无力，严重时还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。除此之外，这类药物还可能导致肾功能指标上升、肝功能异常，甚至轻微增加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。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临床案例：65岁的林先生家住市区，退休职工，因为冠状动脉堵塞接近50%，心脏科医生给他开了他汀类药物。服用2个月后，林先生找到我说全身肌肉疼痛难忍，连抱孙子的力气都没有。抽血检查发现他的肾功能指标升高，肝功能也出现异常。这种情况下，我明确告诉林先生，药物绝对不能自行停用，因为他的心血管存在风险，但可以通过科学的饮食调理减轻身体负担，争取让医生减少药量。我为他重新规划了3餐，把精致白米饭换成纯燕麦，要求每餐都加入大蒜和洋葱。林先生严格按照方案执行，3个月后复查，坏胆固醇从140多降到105。
好，胆固醇从32回升到50，各项指标达标后，心脏科医生成功为他减半药量，肌肉疼痛的症状完全消失，整个人精神状态大幅好转。林先生能有这样的改善，依靠的就是大自然中天然的降脂食材。今天我给大家整理了5种有科学依据能辅助调节胆固醇的食物，同时告诉大家正确吃法和避开陷阱。第一种是大蒜，大蒜的核心功效来自蒜素。研究表明，蒜素能抑制肝脏合成多余胆固醇，还能防止血管内的脂肪被氧化。但很多人吃法错误，蒜素不耐高温，下锅爆炒或者长时间炖煮都会破坏其有效成分，只起到调味作用。正确的方法是生吃，把大蒜拍碎或切成末，在空气中放置10分钟，让蒜素充分生成后再食用。如果无法接受生蒜的辛辣味，可以选择优质蒜粉。蒜油或发酵黑蒜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肠胃功能虚弱、患有胃食管反流或胃溃疡的人群，不要强行生吃大蒜，避免损伤胃黏膜。第二种是红曲，很多中老年人喜欢服用红曲保健品，认为天然安全。红曲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莫纳可林 K， 这种物质的作用机理和他汀类药物几乎一致，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禁忌：正在服用降血脂药物的人群绝对不能同时吃红曲补充品，否则相当于加倍用药，会大幅加重肝肾负担，增加肌肉溶解风险。食用红曲前一定要咨询自己的主治医生。第三种是燕麦，林先生就是依靠燕麦改善了血脂。燕麦中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、只碱葡聚糖，它像肠道里的粘性刷子，能吸附食物中的胆固醇，随粪便排出体外，减少身体对胆固醇的吸收。但这里有一个常见陷阱，现在很多人喝燕麦奶，以为和吃燕麦效果一样，甚至大量饮用。其实燕麦被加工成奶后，膳食纤维结构被破坏，只剩下淀粉和游离糖，喝燕麦奶就相当于喝糖水，不仅无法降血脂，还会导致血糖飙升，升高三酸甘油酯。一定要选择完整的原味纯燕麦片，用热水冲泡或煮成粥，才能发挥降脂效果。第四种是酪梨，也就是牛油果，它是地中海饮食的核心食材。很多人觉得它口感油腻不敢吃，其实它富含油酸，是优质的单不饱和脂肪酸。适量食用酪梨能提升好胆固醇水平，促进脂肪代谢。害怕油腻的话，可以把酪梨切片夹在全麦面包里，或者拌入沙拉，替代含有反式脂肪和糖分的人造沙拉酱。第五种是洋葱，尤其是紫皮洋葱，含有大量多皮素和硫化物。习皮素是强效抗氧化剂，能舒张血管，减轻血管壁炎症，帮助脂质代谢，防止坏胆固醇沉积形成斑块。日常炒菜凉拌时多放洋葱，长期坚持对心血管健康十分有益。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中老年女性，很多女性年轻时血脂正常，绝经后胆固醇突然升高，清淡饮食也无法改善，这是因为绝经后保护心血管、抑制坏胆固醇合成的雌激素大幅下降，肝脏失去调控，胆固醇就会异常升高。男性更年期睾酮水平降低，也会出现类似情况，荷尔蒙变化加上先天代谢基因差异，都会导致血脂失控，这是人体衰老的正常生理现象。大家不用过度焦虑，也不要自责，先从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，实在无法改善，配合医生合理用药，把指标控制在安全范围即可。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。前面主要讲了胆固醇的调理，接下来重点说说伤害肝脏和胰脏的三酸甘油酯。降低三酸甘油酯最有效的方法，不是补充保健品，而是戒掉不良习惯。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，55岁的陈先生，体型偏胖，体检发现重度脂肪肝，三酸甘油酯高达600，而正常值仅为150。陈先生十分不解，说自己很少吃肥肉，为什么指标会这么高？我仔细询问后发现，他有严重的不良习惯，
每天下午必喝一杯全糖珍珠奶茶，晚饭后喝2瓶啤酒，睡前还要吃一大盘水果。我没有立刻给他开药，而是让他坚持1个月的调整计划，只需要做2件事儿。第一，彻底戒掉所有含糖饮料、果汁、甜点，完全禁酒。第二，每天晚饭后健走6000到8000步，不是缓慢散步，而是走到微微出汗、心跳加快、能正常说话的程度。仅仅依靠这2个方法，没有服用任何特效产品。1个月后复查，陈先生的三酸甘油酯从600直接降到145的正常范围，脂肪肝也从重度转为轻度。之所以效果这么显著，是因为过量的精制糖和酒精会让肝脏疯狂合成三酸甘油酯，切断这些有害物质的摄入，配合有氧运动，肌肉会直接把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当作能量消耗源头阻断，消耗增加，指标自然快速恢复。戒掉糖和酒精后，正餐可以添加这些食物巩固效果。第一，多吃中小型深海鱼，比如秋刀鱼、青鱼、三文鱼，它们富含Omega-3脂肪酸，是医学界公认能降低三酸甘油酯、抗炎的天然营养。选择中小型鱼是为了避免大型深海鱼的重金属累积。烹饪方式以清蒸、水煮为主，不要裹粉油炸。第二，每餐增加蔬菜、菌菇、海藻的比例，这些食物中的粗纤维能平稳餐后血糖，血糖稳定，胰岛素分泌正常，脂肪生成速度就会大幅降低。第三，每天吃一小把原味坚果，无盐、无糖、无添加，坚果中的优质油脂和矿物质能帮助对抗心血管慢性炎症。讲了这么多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血脂管理不是短期的冲刺，而是长期的健康保养。任何饮食调理和食疗方法都不会立竿见影，给身体3到4个月的时间，坚持改变饮食习惯，再去抽血检查才能看到真实效果。如果你属于心血管高风险人群，或者严格调整饮食后，指标依旧没有改善，一定要听从医生建议，配合小剂量药物治疗，千万不要自行停药。人到老年，身体机能出现老化和损耗是正常现象，我们不需要每天盯着化验单上的数值，过度焦虑，更不要为了追求完美指标，牺牲生活质量，不敢吃饭，不敢活动。我们要做的是找对方法，吃得科学，活得通透。折磨你的从来不是疾病本身，而是对未知的恐惧和过度追求完美的心态。只要掌握正确的方向，在饮食调理和医疗干预之间找到平衡，晚年生活依然可以健康有活力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上"我要健康"这4个字，作为对自己身体的承诺和鼓励。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把这条内容分享给身边天天吃水煮菜为血脂指标发愁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健康饮食，快乐生活。祝愿大家平安健康，我们下次再见。